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白玉兰入围名单大爆冷，肖战入围，赵丽颖落选，粉丝不买账。阅读本文前，诚挚邀请您点击关注按钮，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推送，也能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并结合个人观点原创撰写，文末已标注详细文献来源，请知悉。每一届白玉兰奖提名名单一经公布，总能在全网掀起热议，今年的争议更是达到了顶点。有人收获惊喜，也有人满怀遗憾，两极分化的结果，让本届白玉兰的评选标准再次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肖战凭借古装剧《藏海船》成功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冲击白玉兰视帝。对于肖战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荣誉上的突破，更是对其多年努力的肯定。要知道，白玉兰奖历来偏爱现实题材和主流正剧，对于古装作品的认可度向来严格，多年来极少有古装男主获得提名，因此肖战的入围显得尤为不易，也颇具象征意义。这部剧不仅帮助肖战突破个人发展的瓶颈，还让《藏海船》一举斩获6项白玉兰提名，涵盖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摄影、美术等多个重要奖项。这些提名无一不在彰显剧集整体的高水准和精良制作。肖战在剧中全程使用同期声进行表演，他的戏份占比极高，扎实的演技输出成为他打破古装剧提名壁垒的关键因素。这种专业的表演态度，也让他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与肖战意外收获提名形成对比的是赵丽颖的落选。她凭借现实题材作品《小城大事》角逐最佳女主角，但未能入围，这成为本届白玉兰的一大遗憾。《小城大事》口碑稳定，题材契合白玉兰的主流审美，赛前无论是路人还是粉丝的期待值都非常高。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同剧的朱媛媛成功获得最佳女配提名，而作为主演的赵丽颖却无缘角逐视后。这已经是赵丽颖第4次冲击白玉兰视后失败。自花千骨起，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风吹半夏，一次次努力都未能如愿，粉丝们难免感到惋惜，不断在社交平台上感叹太可惜了。很多人不明白，符合评奖偏好的现实题材、稳定的演技表现，为何最终未获认可。实际上，白玉兰奖的评选不仅仅考量热度与题材，更加注重演员在角色中的突破与表演层次。同届视后提名阵容堪称豪华，孙俪、杨紫、吴越、任素汐、杨幂悉数入围，每一位都是实力派，作品口碑出众，竞争异常激烈，可谓高手如云。我个人认为，奖项评选本就不存在绝对答案。肖战的入围是主流奖项对古装精品剧集演员实力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打破了题材上的固有偏见，这本身就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突破。而赵丽颖落选，并不意味着她的演技出现退步，而是因为优秀作品众多，竞争激烈，再加上评委们审美各异，才出现了这样的遗憾结果。在娱乐圈，奖项竞争本就如此残酷，黑马可能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老牌演员也可能带着遗憾离开。流量和热度从来不是评奖的核心标准，是否契合评委审美与评选体系，才是能否入围的关键所在。目前提名结果已公布，但争议仍在持续。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首次入围的肖战，还是多次尝试的赵丽颖，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呈现了高水平的作品。一次奖项的输赢，无法定义演员的实力，也不能完全衡量观众心中的口碑。随着6月26日颁奖盛典的临近，我们期待最终结果，同时希望所有演员都能不受舆论干扰，继续专注创作，
用真才实学回应所有期待与争议。赵丽颖再次与白玉兰提名擦肩而过。这个消息公布之后，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心里难免有些遗憾。说实话，当看到小成大事进入白玉兰视野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赵丽颖这次机会很大，因为从题材来看，它属于白玉兰一向偏爱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角色塑造来看，她饰演的人物没有华丽的光环，也没有刻意煽情的桥段，而是通过细腻真实的生活表达去打动观众。这种表演方式恰恰是最考验演员功底的。可最终结果出来，赵丽颖还是没能进入最佳女主角提名名单。很多网友第一时间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愤不平。但冷静下来思考，其实这恰恰说明了白玉兰奖竞争的残酷。今年的视后竞争堪称神仙打架，每一位入围演员都有代表作，有突破，有口碑。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位优秀演员落选，都可能成为观众心中的意难平。但如果因此就否定赵丽颖的实力，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这些年，赵丽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从来不是她获得了多少奖，而是她始终在突破自己。很多人认识她，是因为《花千骨》，那个时期的赵丽颖是古偶市场最耀眼的存在。后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盛明兰，让大家看到了她驾驭复杂人物的能力。《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则彻底撕掉了外界对她偶像演员的固有标签。尤其是《风吹半夏》，很多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赵丽颖不仅能演少女，也能演时代洪流中的创业女性，不仅能撑起流量，也能撑起现实主义题材。而小成大事延续的正是这种转型路线，他没有选择最安全、最讨巧的角色，而是继续尝试普通人的故事。这样的选择或许不会带来爆炸性的热度，却能让演员一步一步走向更成熟的表演阶段。从这个角度看，赵丽颖其实早已经赢了。因为一个演员真正的价值，不是永远停留在舒适区，而是在不断挑战新的角色类型。相比之下，今年肖战的入围同样值得祝贺。作为首次获得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演员，他凭借《藏海船》成功打破了古装剧长期以来在主流奖项中的壁垒。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认可，也是对白玉兰评选视野逐渐多元化的一种体现。过去很多观众总觉得古装剧天然不受主流奖项待见，但肖战此次获得提名，无疑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只要作品质量足够优秀，表演足够扎实，题材不应该成为限制。因此，今年的提名名单其实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一边是肖战这样的新突破，让观众看到了奖项标准的开放性；另一边则是赵丽颖这样的实力演员遗憾落选，让大家再次感受到竞争的激烈程度。有人欢喜，有人遗憾，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奖项生态。作为观众，我当然希望赵丽颖有一天能够捧起属于自己的白玉兰奖杯。毕竟这些年来，她从农村女孩一路奋斗成为一线演员，没有背景，没有捷径，靠的是一部又一部作品积累起来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她从未因为一次失败而停下脚步。4次冲击白玉兰失利，换作很多人或许早已心灰意冷，但赵丽颖给人的感觉却始终很坚定。她不争辩，不抱怨，而是把所有回应都留在下一个角色里。这样的演员，也许暂时没有等来奖项的认可，但早已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其实回头看看，奖项终究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终点。观众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年谁获奖，谁落选，而是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角色。多年以后，人们依然会记得花千骨的执着，明兰的隐忍，许半夏的坚韧，也会记得赵丽颖一次次突破自我的勇气。所以对于这次落选，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次新的开始。因为真正优秀的演员，不会被一次提名定义，也不会被一次失利击倒。
赵丽颖的演艺道路还很长，而她未来能够带给观众的惊喜，或许远比一座奖杯更加珍贵。6月26日的白玉兰颁奖礼即将到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相信观众最期待的依然是这些认真创作的演员继续用优秀作品说话。而对于赵丽颖来说，属于她的高光时刻，也许正在下一部作品里静静等待。赵丽颖同学晒真实合照打脸整容谣言，婴儿肥褪去，眉眼轮廓依旧熟悉。最近刷手机的时候，我差点被初中同学晒出的赵丽颖旧照闪到眼。这组刚流出的校园照片里，她扎着整齐的马尾辫，穿着干净的校服，小脸圆嘟嘟，带着一层可爱的婴儿肥，笑起来眼睛弯成了俏皮的月牙，和如今红毯上光彩照人的大美人完全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友们爬出对比图后纷纷感叹，这哪是整容，分明是等比例长大啊，连下巴的弧度都像用圆规画出来一样精准。从青涩少女到国民女神，唯一的变化就是略微消掉了婴儿肥，而眉眼间距连0.1毫米都没变。那些流传已久的削骨整鼻传闻，在几张泛黄的学生证照片面前，瞬间就被打了脸。果然，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打假官。再翻到2006年的雅虎搜星视频，更让人惊掉下巴。镜头里的赵丽颖刚出道，甚至连粉底都没打，小麦色皮肤配着整齐刘海，讲话还带着浓浓的河北口音。对比现在《知否》里明兰的杏眼，或者《花千骨》里唐宝的笑纹，你会惊讶地发现，她当年的课间搞怪表情，居然和角色里的神态如出一辙。难怪造型师常说她骨相太抗打，无论从陆贞到许半夏，角色跨度再大，她的表情从未僵硬过。而反观某些动了脸的明星，哭起来都像在挤牙膏一样生硬。老实说，娱乐圈流水线式的美人看多了，反而这种带着泥土味、真实自然的颜值更让人心动。最让我感触的是他同学的爆料，当年班里最不起眼的圆脸丫头，如今已经手握飞天奖和金鹰奖，成为顶流巨星。横店7年的龙套生涯，啃馒头、忍辱负重，那些导演的责骂圆脸演不了女主都没有白受。再回看旧照里那个在操场上疯跑的黑皮小丫头，才恍然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美不怕时间。这不是医美堆砌出来的精致，而是岁月一点点打磨出的从容与自信。就像她自己说的那句话，我这张脸是爸妈给的，也是生活给的。在整容谣言满天飞的娱乐圈里，这句话简直像是一记响亮有力的耳光，让人忍不住为她喝彩。看到这组赵丽颖的初中旧照，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恐怕都是同一句话，原来她真的从小就是这张脸。泛黄的照片或许没有滤镜，没有精修，更没有如今娱乐圈流行的高级妆容，但恰恰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有说服力。照片里的赵丽颖扎着简单的马尾，圆圆的脸蛋带着明显的婴儿肥，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透着一种天然的灵气。仔细对比现在的她，会发现无论是眼型、鼻梁轮廓还是整体五官比例，都与学生时代高度相似。时间带走的只是青春期的婴儿肥，却没有改变她最有辨识度的眉眼神韵。这些年关于赵丽颖的各种传闻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她事业不断攀升之后，关于整容的讨论更是隔三差五就会被翻出来一次。然而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从来不是网络上的猜测，而是那些无法伪造的成长痕迹。当同学晒出真实合照，当早年参加雅虎搜星的视频被重新翻出，观众才发现，原来那个带着河北口音、皮肤微黑、笑容质朴的女孩，和今天站在聚光灯下的赵丽颖，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更令人感慨的是，她的魅力从来不只是外貌。如果只是靠一张漂亮脸蛋，娱乐圈从不缺新人。真正让赵丽颖走到今天的位置的，是她身上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从默默无闻的龙套演员，到陆贞传奇的崭露头角；从花千骨的全民爆红，
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寿终成熟细腻的表演，再到风吹半夏里许半夏身上的坚韧与野心，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角色成长，更是演员本人的蜕变。很多人喜欢说颜值会老去，但赵丽颖这些年的经历恰恰证明，真正能抵御时间的，从来不是年轻，而是气质。年轻时的她有少女的灵动和纯真，如今的她则多了一份经历沉淀后的从容与坚定。那种自信不是靠化妆品画出来的，也不是靠医美塑造出来的，而是在无数个剧组里熬出来的，是在一次次质疑声中坚持下来的。正因为经历过低谷，所以她今天的每一次微笑都显得格外有力量。尤其是看到同学口中那个班里不起眼的圆脸小姑娘，再看看如今站在领奖台上的赵丽颖，真的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动。曾经有人说她圆脸演不了主角，有人说她条件普通走不远，还有人断言她只是昙花一现。但时间最终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娱乐圈每天都在诞生新的面孔，也不断制造新的话题。可真正能够让观众记住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人，靠的绝不是热搜和营销，而是作品和实力。赵丽颖能够从一个普通农村女孩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实力演员，本身就是一部现实版的励志故事。所以，当那些旧照片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大家感受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没有整容这么简单。照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对于她成长历程的记忆。那个在操场上奔跑的女孩，那个初入演艺圈时略显青涩的新人，和今天获得无数认可的演员，其实始终都是同一个人。或许这就是赵丽颖最难得的地方，她没有因为成名而失去最初的模样，也没有因为外界的声音而迷失自己。岁月改变了她的年龄，却没有改变她眼神里的真诚。事业提升了她的地位，却没有冲淡她身上的朴实气质。看完这些照片，我忽然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观众愿意一直支持她。因为大家喜欢的不只是赵丽颖的颜值，更是她一路走来始终保持真实的样子。在这个人人都追求完美包装的时代，能够看到一个从学生时代到成名之后都几乎没有改变五官轮廓的人，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真实。而比天生丽质更珍贵的是，她用十几年的坚持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美从来不是靠改变自己获得的，而是在岁月的磨砺中活成越来越好的自己。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当旧照曝光之后，越来越多网友不是在讨论她长得有多漂亮，而是在感叹一句话：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脸，而是那个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的自己。赵丽颖、刘亦菲同台修罗场，星汉南烟收视对决，85花最后的体面谁来守？2026年的娱乐圈热搜榜被两位85花顶流彻底霸屏了。赵丽颖剪着利落的短发，素颜出镜出演小城大事，剧中晒黑皮肤跳着金梭银梭16步的片段在抖音上瞬间爆火，刷屏无数。而刘亦菲则以 LV 巴黎大片惊艳全网，生图里那双被医学界誉为教科书级的鹅蛋脸轮廓，让网友忍不住惊呼：神仙姐姐还是没变。虽然标题里提到的南烟，实际上是刘亦菲2023年积压剧《南烟摘笔录》的重制版，而赵丽颖的《星汉灿烂》早已收官，但两人在时尚资源与主流奖项的赛道上，确实上演了一场静悄悄却暗潮汹涌的较量。前者用基层干部角色冲击白玉兰大满贯，后者用顶奢合作诠释东方美学，连微博超话里粉丝都在较劲，圆脸甜妹 PK 冷白皮女神，到底谁更能扛住40岁前的最后冲刺？翻看85花15年来的白玉兰征战史，简直像在看一部陪跑纪录片。刘诗诗的步步惊心输给孙俪，赵丽颖3次提名3次杀予，唐嫣繁花不敌周迅，连刘亦菲的玫瑰的故事也败给宋佳。今年赵丽颖带着小城大事杀出重围，收视率破2%，还带动龙岗旅游爆火，人民日报点赞，点燃全民创业精气神。
而刘亦菲选择跳出影视圈舒适区，在情人节通过祖马龙联名视频收割话题度。更有意思的是，当杨幂在《生万物》中提前3个月体验农村生活、啃冷馍时，85花们早已从古偶流水线集体转向，有人用演技换奖杯，有人用气质换顶奢，再也没有谁靠仙侠皮箱吃饭。归根结底，所谓的85花体面保卫战，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赵丽颖为了角色主动晒黑、减重，刘亦菲40岁仍能驾驭清冷古装，辛芷蕾摘下威尼斯影后桂冠，唐嫣靠人之初配角出圈。当他们不再挤在同一个赛道比收视率，反而各自找到了独一无二的赛道，网友吵着要分胜负时，也该看看现实。赵丽颖若凭小成大事拿下白玉兰，将成为首位3大奖满贯的85花。而刘亦菲用 LV 巴黎大秀证明，即使没有新剧加持，顶流的下半场也能光芒万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修罗场里，真正守住体面的是他们终于不再被85花这个标签束缚的清醒与底气。作为一路见证85花成长的观众，看完这则消息后，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感慨时间真的改变了很多东西。曾几何时，赵丽颖和刘亦菲总是被外界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比较，一个比收视率，一个比流量，一个比代言，一个比颜值。可走到2026年，当两人都已经进入事业更加成熟的阶段时，人们忽然发现，他们早已不在同一条赛道上奔跑了。如果说刘亦菲代表的是一种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高级感，那么赵丽颖则代表着另一种令人敬佩的力量，不断突破舒适圈的勇气。这些年，赵丽颖最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她拥有多少热搜，也不是拥有多少粉丝，而是她始终保持着一种重新开始的魄力。从花千骨的灵动少女，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盛明兰，再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她一次次撕掉别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很多演员成功之后会选择最安全的路线，因为这样风险最小，收益最大。但赵丽颖偏偏相反，她总喜欢把自己推向未知。这一次小成大事曝光的片段更是如此。镜头里的她没有精致妆容，没有白皙皮肤，没有滤镜加持，甚至故意晒黑自己，把一个基层女性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看到她穿着朴素衣服，在乡间跳着金梭银梭16步的画面时，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从河北农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小姑娘。娱乐圈从来不缺漂亮的人，但真正能够放下偶像包袱的人却并不多。对于女演员来说，年龄本就是一道残酷的门槛，尤其是85花这一代人，他们曾经享受过流量时代最耀眼的光环，也承受着最苛刻的审视。有人说赵丽颖没有刘亦菲的仙气，也有人说刘亦菲没有赵丽颖的爆发力，但事实上，两个人最珍贵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都没有成为别人期待中的样子。刘亦菲坚持自己的美学路线，把东方女性的优雅与高级感带到了国际时尚舞台，而赵丽颖则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角色塑造中，希望用作品去证明自己。相比之下，我反而更欣赏赵丽颖这些年的选择，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真实的成长感。很多观众喜欢她，不只是因为她演戏好，更因为大家能从她身上看到普通人的影子。她没有显赫背景，没有捷径可走，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每当外界觉得她已经到达巅峰的时候，她又会重新出发，挑战新的角色类型。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在如今的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尤其是在85花集体转型的关键阶段，赵丽颖几乎是最坚定的一位。别人还在讨论颜值状态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讨论角色深度；别人还在纠结番位的时候，她已经思考作品能否留下价值。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才会对她寄予厚望。
如果未来赵丽颖真的能够凭借小城大事再次冲击重要奖项，我想那不仅仅是一座奖杯的意义，更是对她这些年坚持转型最好的肯定。当然，刘亦菲同样值得尊重，能够在40岁左右依然保持如此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时尚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它证明了演员的人生不只有奖项和收视率，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所谓的修罗场，或许只是网友制造出来的话题。真正的现实是，赵丽颖和刘亦菲都已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一个在作品里寻找突破，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东方之美，一个用角色说话，一个用气质征服世界。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击败对方来证明自己，因为能够走到今天，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而对于喜欢赵丽颖的观众来说，最欣慰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她越来越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从圆脸女孩到实力演员，从流量明星到主流认可，她用10几年的时间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成功不是永远站在聚光灯最亮的地方，而是在每一次被质疑之后，依然能够拿出更好的作品回应世界。因此，如果一定要问85花最后的体面谁来守，我的答案是，不是赵丽颖，也不是刘亦菲，而是他们这一代女演员共同完成的成长。但若要说谁最让我感动，我依然会把这一票投给赵丽颖，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的成功故事，更是一个普通女孩不断向上攀登，永远不肯停下脚步的人生缩影。这样的赵丽颖，或许才是无数观众愿意一路支持她，陪伴她走下去的真正原因。天天向上导演复盘，王一博爆红根源在吃苦耐劳。娱乐圈从不缺昙花一现的流量艺人，有人靠一部作品爆红便止步不前，有人借着热度肆意消耗自身口碑，可王一博却用10余年深耕，一步步稳稳扎根各个领域。近期前天天向上王牌导演的访谈刷屏热搜，依据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该他能红，他的红道尽了这位顶流一路走来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坚守，也让大众读懂他的万丈光芒，从来没有半点侥幸。回望当年天天小兄弟选拔，70、80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同台角逐，竞争残酷程度可想而知。很多新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赛，应付排练，敷衍舞台，唯有王一博把吃苦当作成长必经之。旁人被动接受高强度训练，他却心甘情愿接纳所有辛苦。别人完成8成舞蹈动作就知足退场，他非要抠完每一个细节，以100%标准打磨开场舞台。彼时的他镜头寥寥，常常整期节目出镜寥寥数秒，可从没有敷衍懈怠任何一次彩排，默默在角落反复练习，把每一次登台都当成重中之重。新人时期的他，早早练就远超同龄人的自律与自觉。资深主持人临场拿到台本就能从容控场，王一博却总要提前向节目组索要稿件，熬夜研读梳理内容，只为抓住来之不易的出镜机会。无论综艺录制还是商演活动，片场里永远能看到早早候场的他，不用工作人员催促提醒，守时早已刻进日常习惯。在导演组眼中，这份看似简单的自律，恰恰是新人最难坚守的宝贵品质，也是他脱颖而出的关键筹码。爆红最考验人品，而王一博自始至终守住了本心与教养。未成名时，他谦逊温和，片场遇见导演、实习助理、保洁工作人员，总会弯腰点头问好。跻身顶流坐拥千万粉丝后，这份善意从未改变，待人依旧平等谦和。每年跨年晚会，再忙碌的行程也挡不住他奔赴天天向上就有的脚步，和昔日幕后工作人员齐聚合影，多年的情谊岁岁延续，没有被名利冲淡分毫。圈内一众前辈的认可，更是他实力与人品最好的佐证。导演程耳欣赏他身上难得的质朴谦逊，音乐制作人原本顾虑偶像难以驾驭恢宏曲风，没想到王一博进棚便能精准拿捏情绪，
短短1个半小时顺利完成录制。王劲松、王传君、陈晓等实力派演员合作过后也频频夸赞他敬业踏实。一路走来，王一博的进阶之路脉络清晰，依托天天向上积攒国民好感，凭借创造101专业舞蹈实力破圈，陈情令打开影视市场，无赶水舞台定格唱跳名场面。而后跨界影视，无名长空之王热烈接连交出亮眼答卷，赛车、音乐、人文探索多点开花，接连拿下国家级主题曲演唱资源，横跨多个领域稳步进阶。正如王一博自己所言，一时的好运撑不起长久的走红，没有实打实的实力，在火爆的热度中会消散。从默默无闻的少年到全能跨界艺人，他没有投机取巧走捷径，靠着常年吃苦沉淀，极致自我约束，常怀敬畏之心，熬过无人问津的蛰伏岁月。世间所有的水到渠成，都是厚积薄发。导演那句他的红，是业内人亲眼见证汗水后的由衷肯定。往后长路漫漫，凭借本心与实力前行的王一博，还会继续在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当天天向上前导演在采访中说出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能红也该红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王一博这些年的成功，从来不是命运的偏爱，而是无数个不被看见的日夜换来的结果。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流量神话，有人因为一部剧爆红，却很快消失在人群里；有人拥有惊人的关注度，却始终无法得到行业真正的认可。但王一博不一样，每当人们讨论他的成就时，看到的是顶流光环、票房成绩和耀眼数据，而那些藏在聚光灯背后的坚持，却往往被忽略。看完导演的复盘，我最大的感受只有4个字：实至名归。当年天天向上选拔天天小兄弟时，几十位年轻人同场竞争，机会少得可怜。对于很多新人来说，那只是一次试镜，一次曝光机会，但对王一博来说，那是改变命运的起点。别人完成训练后选择休息，他继续练习；别人觉得动作差不多就行，他却要把每一个细节反复打磨。即使镜头少得可怜，即使一整期节目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出镜时间，他依然认真对待每一次彩排。这一点其实特别打动人，因为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高度的，往往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而是在没有掌声的时候还能不能坚持。很多人喜欢把成功归结于运气，但在王一博身上，你会发现所谓运气，其实只是努力积累后的结果。当别人还在等待机会时，他已经在为机会做好准备；当别人抱怨镜头太少时，他已经在默默提升自己。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也成为后来他跨界成功的重要原因。从主持到唱跳，从影视到赛车，再到各种文化探索节目，王一博似乎总能不断突破外界的认知。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身处哪个领域，他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态度：认真、专注、敬畏。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的成长，更让人感受到他的蜕变。从《陈情令》让更多观众认识他，到后来参演《无名》，与众多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从《长空之王》中展现青年飞行员的热血，到《热烈》里用舞蹈与梦想点燃观众情绪，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变化，更是一个演员不断突破舒适区的勇气。作为观众，我特别欣赏王一博的一点，他从不急于证明自己。很多年轻演员爆红后会急着接大量作品，快速兑现流量价值，但王一博这些年的作品选择，明显能看出一种沉淀和思考。他愿意花时间学习，愿意接受挑战，也愿意从零开始进入陌生领域。这种态度在当下显得格外珍贵，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导演程耳曾经欣赏他的谦逊与真诚，合作过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也多次提到他的敬业。更难得的是，在名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礼貌与教养。
很多人常说，一个人在低谷时谦虚并不难，难的是站上高峰之后还能保持初心。而这一点，恰恰是王一博最让人佩服的地方。这些年，他经历过质疑，也经历过争议。每一次面对外界声音，他似乎都没有选择用语言回应，而是用作品说话。这样的性格或许不够张扬，却足够有力量。因为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如今再回头看他的成长轨迹，会发现那根本不是所谓一夜爆红的故事，而是一场长达10多年的马拉松。从练习生时期的默默坚持，到天天向上的积累沉淀；从舞台上的汗水，到电影镜头里的蜕变，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导演说出他的红3个字时，才会让无数观众产生共鸣。那不是对流量的追捧，而是对努力者最真诚的认可。娱乐圈每天都有新人出现，也每天有人被遗忘，但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留下来的，从来不是热搜和话题，而是实力、品格与坚持。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看似轻松获得的成功背后，都有常人看不见的付出。所有的水到渠成，都经历过漫长的厚积薄发。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对于始终保持热爱、不断挑战自己的王一博来说，最精彩的篇章或许还在后面。这样的演员值得掌声，也值得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